积极性，也是我对他有好感的一个原因。还有很多。而且还要积极的约下一次的约会，这个很重要。大家好，我是 Seika， 我是 You， 欢迎来到 Seika and You 的布屋。Seika and Youの部屋へようこそ。大家如果有看到我们的标题的话，应该知道我们的这次讲的主题是台湾男生和日本女生约会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有看过我们的影片，应该知道我是台湾男生，那又是日本女生。那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那我的有一些朋友，特别是台湾男生，会很在意说，我跟又是怎么认识的，怎么交往的。那我想说，这次我们拍一支影片来介绍一下，就是台湾男生跟日本女生交往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那毕竟台湾男生跟日本男生不一样，日本女生跟台湾女生也不一样，要注意的事情是一定会有的。那我们这次整理的这些是依照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以及我跟 You 讨论的结果。那甚至还有一些是 You 他的一些日本女生朋友也有跟台湾男生交往，那他们提供的经验，然后我们整理出来的，想要让大家知道。希望以后如果有对日本女生有兴趣，或者说想要跟日本女生交往约会，看这个影片的话，会对你们有帮助。那影片记得要看到最后哦。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绝对不能迟到。迟到这件事情，不管是对台湾女生来说，还有日本女生来说，都是 NG 的行为。而且特别对日本女生来说，日本人本来很重视时间这个观念，如果迟到的话，绝对会有不好的印象。然后我另外觉得说，最好比约的时间提早5到10分钟。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5到10分钟之前的话，你可以先看一下场地是什么样的情形，去准备约会。后续的约会做准备。你那么认真哦？对啊，有时候看看厕所在哪里什么的。是哦。对啊。你跟我约会的时候也是吗？应该有下一次这样做了。是哦。那你觉得呢？我也同意他的意见。如果那个对方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对方的男生比自己晚到的话，可能女生觉得，对方没有珍惜我，没有重视我，所以应该不会有好感。但是提早到的话，觉得那个男生可能期待跟我约会，所以那个女生也很期待，还有高兴。一定会一开始留下好的印象。一开始约会的一开始很重要。再来要注意的事情也是跟时间有关，那就是跟日本女生约时间的时候，千万不要约得太早。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日本女生相较于台湾女生花更多的时间在事前的准备，例如化妆，还有找要约会的衣服，还有那个打扮，不是打扮，绑头发。所以如果约的时间太早的话，可能对日本女生来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如果吃午餐或是吃晚餐的约会的话，完全不用担心这个点。但是如果跟日本女生玩一整天的话，要注意集合的时间。我的日本女生朋友有经验过，跟台湾男生约会的时候，台湾男生指定的那个集合时间是早上6点，对，这么早？女生来说很早吧。那个我的朋友好像是提早大概1到1个半小时起来，然后准备出门，所以出去玩的时候好像很累，有点辛苦。所以如果跟日本女生玩一整天的话，要注意集合的时间，晚一点比较好哦。再来是要注意的事情是约会的地点。跟日本女生约会的时候，建议最好不要找拉面店或是找家庭餐厅。那为什么不要约这些地方呢？因为对日本人或日本女生来说，这些地方算是蛮平常的。那如果被约到这些地方的话，可能甚至不会被认为是约会。虽然我也很喜欢这些餐厅，但是如果在第一次约会或是还没交往的情况下的话，还是找其他餐厅比较好。因为来台湾的日本人来说，吃饭是一种跟台湾人交流的一个方法而已。所以如果跟台湾男生吃饭的时候，如果台湾男生指定这种餐厅的话，日本女生可能不会发现对方对自己有兴趣，这个是约会。所以如果想表达出来自己对这个日本女生有兴趣的话，还是找其他餐厅比较好哦。再来是跟刚刚的相反，是跟日本女生约会的时候，最好不要约太贵的店。为什么不要约太贵的店呢？主要是因为可能会让日本女生感到很大的压力。
虽然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跟日本很多女生朋友聊天的时候，很多女生也说，如果交往前的话被请客太不好意思了，而且如果第一次约会的话，自己也打算付自己的份，所以太贵的话付不起，有一点担心，因为这个原因造成女生的压力，所以不用订太贵的餐厅。再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清洁感这3个字。那什么叫做清洁感呢？那第一个就是胡子要刮干净。我觉得日本女生她比较偏向说，胡子有刮干净的男生。那再来是我觉得台湾男生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第一个是可能是穿拖鞋，然后第二个是穿短裤去约会。对日本女生来说，约会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行程。那如果穿拖鞋或是短裤的话，可能对日本女生来说，你好像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那么正式的感觉，那印象可能就会不太好。我也同意这个意见。对已经习惯台湾的文化的女生来说，这个部分还可以接受，但是刚来台湾的日本女生来说，这个点还是要注意的。因为我的话已经知道台湾的气候还有台湾的文化，所以穿短裤还有穿拖鞋的原因也可以了解。因为台湾的话突然下大雨，所以穿拖鞋比较方便吧。然后因为台湾很热，所以穿短裤是正常。但是还是刚来台湾的日本女生没那么习惯男生这样穿，而且这样穿的话只是去家里附近的打扮，所以还是约会的时候好好打扮比较好吧。再来，我觉得一个比较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说，千万不要一直玩手机。这个除了是尊重对方以外，也要让对方觉得女生的重要性大于手机。这个很重要呢。如果约会的男生一直玩手机或是滑手机的话，女生觉得这个约会对那个对方的男生来说没有开心吗？跟我约会那么无聊吗？这个约会没有成功吗？所以这样觉得，所以女生对那个男生的印象没那么好，很难过。那另外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跟 Yu 之间发生的事情，就是 Yu 有一次跟朋友吃饭，那我觉得好像到了他们要结束的时间，那我就传信息给 Yu， 但是 Yu 过了很久的一段时间都没读没回，那时候我就一直很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后来才知道，Yu 是因为就跟人家吃饭的时候很重视在一起的人，所以他不会去玩手机，不会去滑手机。所以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知道说，如果想要跟日本女生约会的话，除了拍照或者是他跟约会有关的行程以外，千万不要用手机，这样才不会留下不好的印象哦。对。再来，我觉得台湾男生要利用自己的优势。那台湾男生有什么优势呢？我觉得有2个，第一个是温柔贴心，然后第二个是积极。那首先介绍温柔的部分。我觉得台湾男生可以做的是，如果他要买东西的话，可以帮忙他拿东西。那第二个是说，如果走在马路上，因为大家知道，台湾的马路其实蛮危险的，那可以主动站在就是比较外侧的地方去保护女生，让女生有安全感。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约吃饭的话，在餐厅里面可以主动帮女生倒水、倒饮料、倒酒，以及准备餐具什么的，让女生会觉得很贴心。虽然我还在日本的时候也听过台湾男生很温柔，但是我来台湾之后真的遇到台湾男生的超温柔的那个部分，觉得超感动，真的很温柔，很棒。还有一个要注意的事情，虽然很多台湾男生表现自己温柔的方式是送女生回到家里，但是其实对日本女生来说，这个算是 NG 的行为。对日本女生来说，被对方知道自己的住了哪里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就是送女生到她最近的车站就好了。如果还没交往的话，被对方知道自己住在哪里比较可怕，所以如果表现出来温柔的话，直接送到附近的车站就 OK 了。再来第二个台湾人的优势是积极性。那积极的表现的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那这里直接介绍一下，Yu 觉得我的积极性在哪里？一开始我们约会的时候，
约会结束，然后我到家之后，Seka 马上打电话给我，然后开始聊天。那时候我觉得，刚刚一直都约会，还是打电话给我跟我聊天，那个人很积极。对这个 Seka 的积极性，也是我对他有好感的一个原因。还有很多，而且还要积极的约下一次的约会，这个很重要。再来，我觉得要注意的是，对日本女生来说，包包也是一种装饰。虽然刚刚讲过，帮日本女生拿东西是一种很温柔的表现，但是对日本女生来说，包包也是装饰的一种，所以帮她拿的话，等于是把她的装饰拿掉，可能没有那么好。那虽然也有可能会有让男生拿包包的日本女生，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比台湾女生少很多。那又觉得怎么样呢？我同意一部分，我也听过我的日本女生朋友说刚刚 Seka 讲的事情，但是同意的事情一部分的原因是，我没有想过包包是一种穿搭，但是如果约会的时候要上厕所的话，我有一点想拿包包进去，因为那个在厕所里面补妆、补口红，还有整理头发之类的。所以如果包包没有的话，没办法在厕所偷偷补妆、偷偷整理头发。而且不好意思跟男生说，我要在那个厕所补妆，所以不用拿这样子。就是尽量还是不要主动去拿他的包包比较好。最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约会结束后记得回去要表示谢意，因为我觉得日本女生在约会的过程中很在意说，给对方什么样的感受，对方觉得怎么样，所以回去的时候最好还是用 LINE 什么的，除了表示谢意以外，也要想自己的心得。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会让对方有比较好的印象，然后也有可能比较好约到下次的约会哦。那这支影片我们整理出台湾男生跟日本女生约会的时候要注意的几件事情。那希望这些我们整理出来的事情，对那些想要跟日本女生约会的台湾男生有所帮助。那不管您对这个影片的内容是同意还是不同意，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哦。我们一起讨论吧。那最后，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吧。拜拜。